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。一群长老穿得整整齐齐，带着笔记本，开好会议模式，来找先知以西结说：以西结，帮我们问一下，神现在是怎么看我们的啊？有什么方向？我们想听他的心意耶。好啦，先给他们拍拍手，至少有来找神，这动作没错。但你知道神的回应是什么吗？你们来问我，我凭什么要让你们问我？哇，整个场面瞬间冷冻到零下20度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来揭晓，神到底在气什么？这些长老到底踩了什么雷？第1节，第7年5月初10日，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。注意，这不是什么大复兴的开始，而是一次很会演的公关操作。这些长老表面上好像很虔诚，但神一看穿，立刻打脸。第3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不被你们求问。这句话意思就像，你们有事吗？凭你们现在这副德性，也敢来问我？这不是神耍高冷，而是他真的太清楚这些人是怎样的人。嘴巴说想听他的话，心里却早就预设好答案，只想听顺耳的。第4节，你要审问他们吗？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。这句话感觉神在对以西结说，你确定你想接这个案子吗？这群人祖宗8代都在做让人崩溃的事然后神开始开时光机，直接开回到他们在埃及的那段黑历史。第7节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第8节，他们却悖逆我，不肯听从我。这段好比神说，来，我带你离开奴隶的埃及，我要给你未来和希望。他们说，好感人啊，等等，我先拜个金牛犊，烧个香给偶像。到底谁比较像神？神有没有想过放弃他们？有。第8节，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，但最后神怎么做？第9节，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前被亵渎。也就是说，神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好才不毁掉他们，而是因为神不想让外邦人误会，以为他是个没有能力放弃自己百姓的神。结语，你来问神，神问你，你认真吗？以西结20章1到9节是一段打破宗教虚假敬虔的炸弹经文，它不是要羞辱人，而是要提醒我们，敬拜不是演戏，求问不是施压神照我们走。神不看你穿得多虔诚，他看你有没有一颗诚实的心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像这些长老，心里知道自己有点远离神，却又不想真的悔改，今天这段话不是神的责骂，而是神在说，你愿意来真的吗？来真的，我就在。